本期的屋主 Queenie 和丈夫还有即将5岁的小朋友一起生活在广佛交界的黄岐地区，这里是个成熟的居民区，配套齐全。他们住在楼龄20年小区的2室1厅，50平方的面积起初也是够用的，但日子过久了，东西越来越多。尤其是女主人为了小朋友的健康开始天天下厨之后，家里不到4平米小厨房的不便之处逐渐显现。洗碗槽和案板中间隔着一个灶台，使用很不方便。洗完菜之后呢，要拿到另外一边，水滴的到处都是。因为收纳空间不够，唯一的台面放满了电器，为此另外购置了一个小桌子，见缝插针的切菜。洗完碗之后呢，还要小心翼翼地放到另外一边的小台面上沥水。厨房没有吊柜，自己追加的储物柜杂乱无章，使用起来让人灰心。原本冰箱是在厨房的，但是会挡住窗，因此它挪到客厅的角落使用。拿个菜要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穿梭。客厅的面积还 OK， 但是有一张大餐桌横在通道的中间，平时呢需要绕着圈走，虽然也能走得动，但不算通畅。那我們先來和 Queenie 夫婦聊一下吧。比較經常性會喺屋企食飯，咁主要就係我負責煮飯嘅，我負責洗碗咯。其實唔想自己使咁多錢話去裝修佢，希望可以通過一啲小改造啊，或者係可以添置啲乜嘢家具啊，去改善呢一種唔便利咯。洗碗嘅話，如果你多碗嘅話咧，就冇位擺。儲物空間幾乎冇乜咯，好多小家電都好得意啦，都好想要，但係自己屋企廚房真係太細啦，冇地方擺。哇，这厨房看起来真的好多东西。哎，真的过起日子来，厨房东西就是这么多的啦。再多能多到哪里去呢？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厨房，等一下，各种酱料还有。够了，厨房真的太难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5金少女，我是 V 仔，我是 Maiden。那经过疫情这段时间呢，我发现在家里做饭真是太多好处了，又好吃啊，又健康啊，而且可以省好多钱。但是呢，一个不好用的厨房，其实它会给我们做饭这件事情带来很多的障碍。那我们这次选择了 Queenie 的厨房作为我们的改造对象，是因为她的厨房是我们见过物品最齐备的那一种，相信会对许多人都有所启发。那我们的目标依旧是低价2天可以完成，还有不破坏出租屋。厨房的改造千头万绪难以入手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理清思路。一个好用的厨房，在我高度抽象之后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首先呢，中等高度的空间比较趁手，尽量保留作为操作台，高处和低处用作收纳的用途。首先要解放台面的压力，保卫台面，需要清空台面上的东西。操作台的对应墙面本应放一些这里操作所需要的东西，而这里呢却被调味料占据着大部分空间，因此我们也最好先一并清空。先解放了这里的台面位置，多出来的物品我们重新思考它们的收纳位置。那第2步呢，就是来估算储物的位置了。优先考虑已有的橱柜，然后考虑厨房内的空余位置增加收纳，最后的最后还可以考虑向餐厅或者客厅借地方来储物。那我们打开 Queenie 的厨房分析的话呢，橱柜底下已经满了，灶台的对面确实有空间，应该重点考虑布置。客厅不算小，应该也能借一点位置吧，咱们还是有地儿的。其实呢，这个位置 Queenie 已经根据它的使用感受腾出空间用作收纳，干得好。但我们仔细看一遍，那这一堆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看着好
好熟悉啊，好像我也会这样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真的是我们普通人的第一选择，要有决断把它们通通都清理掉，拿回生活的主动权。这里呢，最好是要有一个既有收纳力还很趁手的收纳方式。高处的位置存放食品调料，中部呢有台面，然后呢电器都按照最舒服的方式镶嵌其中。这不就是橱柜吗？好像是。我呢有一个收藏了很久的好东西，不就是个白色柱架吗？这不是普通的置物架，它可以随意调整层高。而且它40公分的深度呢，绝大多数厨房电器都放得下，只需要调整高度，就可以形成一个看起来很高级的电器柜啦。而且它有2个宽度可以选择，安装还很简单，连螺丝都不需要拧，是卡扣的结构，所以呢，只需要搭卡扣进去，再嘣嘣敲2下就稳稳当当，一个人就能完成。甚至它还可以拆下来变成2个矮柜柜哦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自由飞翔了。这个柜子高处和低处都是收纳，正中间是操作台。和屋主商量之后，把原本的高消毒碗柜换成了卧室的消毒柜。这样一来呢，厨房就多出了珍贵的台面，天天都用的电饭锅可以舒适的放在这边了。新的卧室消毒柜和烤箱呢，一起安排在腰部下方，相当顺手。顶部是配合 Queenie 身高的高处储物，配合我精选的收纳盒，握住底部手柄就能轻松取下。一些轻便的调料、煲汤料、烘焙物件都可以收纳在这里。底部的收纳箱呢，适合摆放重物，比如大瓶的调味料、油、大米等等，可以盖上盖子，放心存放。因为呢，我很羡慕那些精巧的橱柜有很多抽屉，我们也要安排上。在烤箱上方挤出的一点空间，安排了几个小抽屉，它可以放一些不太常用但是必不可少的小工具。一个为 Queenie 量身定制的又趁手又有收纳力的开放式橱柜诞生。爽到了！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很好的解决了储物的问题，还争取了额外的台面呢。在布置厨房的操作台之前呢，我建议是先确定好操作台的功能分区，再布置相应的厨房用具。我打算固定一个调味架、一个刀架加砧板架在这里。厨房五金不是要打孔的吗？不需要，我们用免钉胶固定就可以了。今天要介绍的免钉胶，全称叫改性硅铜胶，已经在日本的建筑行业应用近40年了。它呢需要粘贴在光滑的瓷砖上，只要严格按要求粘贴，就能达到超出需要的承重力。为了验证一下呢，我在办公室尝试了一下安装和拆卸。首先呢，擦干净被粘贴的瓷砖表面，然后给五金件上胶。对于大的五金件呢，推荐平行上胶，中间间隔2公分左右。对于小五金件，推荐点状上胶。上胶完成后，按上墙面，用力按压1分钟。这时候呢，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进行微调。因为固化的时间很长，要贴上附赠的辅助贴，固定好五金件，以防下滑。最后呢，务必等足72小时，胶水完全固化再承重哦。用1字螺丝刀或者找个比较薄的刀，插入五金件和墙之间的缝隙，用锤子敲，最后撬起卸下五金件，然后呢，用美工刀刮掉剩余的部分，最后的最后，用砂纸打磨掉残余的部分。真的哟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样一来，免钉胶就可以为我们租房的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。既然承重力和粘接面积有关系，我比对了一轮，推荐这种粘贴面最大的这种款式，是更适合免钉胶安装的款式，我觉得会放心一点。现在呢，调料架可以方便的站在灶台的位置拿取，而刀架、砧板架组合则能够方便备菜的时候使用。接着我们看看水槽这边。我拆掉了这边多余的层架，摆上一个大大的免上墙的多功能沥水架。这个沥水架呢是架在水槽上方使用的，不仅可以沥碗碟，比如筷子盒啊、洗洁精百洁布用的置物架啦，就连砧板、刀都可以在这里沥水收纳。OK， 大致完成了厨房的整体布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追加一些小细节。考虑到 Queenie 的高使用频率，我们就不在墙面和操作台面做任何的装饰了。但是
柜门不涉及操作，是可以放心装饰的。这里使用的是耐刮耐脏的好质量的贴纸，因此呢，我顺便把面板有一点点复杂的抽油烟机也贴了。那么这个空间唯一的面子工程就完成了。接着让我们打开灶台底下的橱柜。Queenie 的锅呢真的是很多，因此我购买了这样的置物架。这种置物架有丰富的尺寸，层架的高度可以随时调整，这很重要哦。这样一来就不需要连锅都要一个个测量规划了。低处呢放比较高的砂锅和汤锅，中间放宽大的锅，高处只留窄窄的位置，正好放煎锅和奶锅。水槽底呢是一个曾经让 Queenie 非常头疼的位置，原本就有排水的管道，根本就放不下任何层架，只好把东西零散的塞进去。我呢带来了2个伸缩杆，就可以非常简单的穿过层层阻碍架好，然后放进2个有耳朵的收纳盒，它们能稳稳当当的卡住。厨房常用的清洁用品还可以直接挂上去，后高前低这样子摆放呢，可以更方便弯腰拿取。柜门的背面也不要浪费，我们可以挂上橱柜门专用的挂件。哇，咱们生生挤出了这么多收纳空间。从前呢，打开底下的橱柜，总有不情不愿的感觉，黑漆漆的。我经过对比呢，选择了这一个粘贴式的柜内灯，它使用的是普通的7号电池，通过粘胶安装，光效呢比许多市面的粘贴灯要明亮均匀。最棒的是它的感光功能，只要感应到柜门外的光线就立刻亮起，像冰箱门一样灵敏，可好玩了。换电池也很方便，灯呢可以直接滑出主体更换电池，再卡回去就 OK 了。许多人的厨房使用一个吸顶灯作为主要的照明，在操作的时候，灯光会被自己的身体挡住，变成在阴影中切菜洗碗。我会极力推荐追加橱柜灯，但是咱们 Queenie 的厨房没有吊柜啊，因此呢，我事先就在上方用免钉胶安装了2个小层架，只要粘贴上就行。那我在操作台这边呢，因为接电方便，选择的是插线的极光 Nestle 灯，挥手就能开关，在厨房手湿哒哒的时候就很有用啦。而在远离插座的水槽位置呢，使用的是极光的 Vesta 橱柜灯，不需要接线，可以单独卸下正中央的电池充电，它还可以作为厨房计时器使用。那厨房的布置就差不多啦，我们把目光转向客厅。此前我们不是说小厨房可以考虑利用客厅的空间嘛？但是客厅自己也挤挤的，还有位置吗？我们想来想去呢，决定这样调整一下位置。小户型的布局真的锱铢必较。为了达成这样的布局呢，宜家的这个沙发需要让贵妃位换到另一边。我事先看过说明书是可以的，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就可以啦。冰箱放这里会不会有点怪呢？我在淘宝定制了一个3边的冰箱柜，预留出了散热位置，然后在相邻的位置追加一个书架，这样一来基本完全隔开，在沙发上就感觉不出冰箱的存在啦。然后我们需要牺牲一下这个太大的餐桌，换取客厅更加宽敞的观感。换成宜家这款伸缩桌，小桌的状态可以正常的使用，拉开呢又是一个大家可以聚餐的宽敞大桌子。原有的置物架，我们把它挪进了儿童房来使用。这样一来呢，作为离厨房最近的地方，我们就能在这里追加一个餐边柜了。它和厨房的储物架是一样的东西，顶层是好用的台面，站着就能顺手的操作，很适合放水壶啊、咖啡机这类的电器。大量小家电都可以安心的在这一层使用。底层呢，则是分门别类的各种收纳，像家庭药箱啦、零食啦，都可以放在这里。这个餐边柜可以分流厨房的压力，兼容客厅的收纳。我自己都想搞一个。接下来就是一点装饰的工作。Queenie 家原本就到处展示着照片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利用餐边柜上方的墙面变成一个照片墙。淘宝上有卖那种照片墙的套装，它会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自己 DIY 照片墙的门槛。先把安装图纸用美纹纸固定在墙面上，接着把挂画钉一一打入图纸适宜的位置，撕掉图纸，将裱好的照片一个个挂上去，搞定啦。Queenie 提到她喜欢宜家，
因此参考了宜家，明亮的白灰为主，少量黑色加草编和木头元素。五金少女动工完毕，我们来看一下 Queenie 的新家吧。通道变通畅了，拿菜再也不用走那么远，下厨变成了更加幸福的事情。洗菜的位置变得明亮，借助小车车，降低了淅淅沥沥来回移动的不便。从前最头疼的就是见缝插针式的切菜备菜，如今有了完整的操作台，需要的工具就在手边，还亮堂堂的。有的宽大的碗碟沥水架，洗洁精、洗碗布都在需要的位置，先生洗碗的时光也变得更享受了。台面变多了，因此电饭锅依然有最适合使用的位置，各种厨房家电都镶嵌在最趁手的位置。傍晚，小朋友轩轩一回到家就扑向了客厅，立刻发现了藏在沙发旁的书架，他的好多宝贝都在这里，很容易就能拿到。看来他确实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新客厅，好开心呀！就这样，我们把改造后的房子交还给Queenie一家。这个好用了一点点的小家，还会继续见证一个又一个像这个夜晚一样平常又快乐的小日子哦。等一下，先别走嘛。哇，好溫馨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如果你的出租屋也需要改造的话，可以去五金少女的微博私信报名，会有机会被选中的哦。那如果想知道本期改造都买了什么东西，也可以去微博那里看看。我们呢和 Queenie 聊了聊这次的改造，她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些厨房用品呢，我们都尽量的在五金少女的淘宝店里上架了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就可以很方便的买到了。Maiden 还说618会有半年以来最大的折扣。还有我们的传统异能衣帽柜 ，V 仔花了很多精力才研发出完全适配的防尘帘。我拍了一下同事试装，是很容易。有五金少女衣帽柜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啦。最后呢，请3连支持一下我们，因为真的剪得太累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